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8年没见的同学张伟打来电话的时候，林凡正趴在机房冰冷的地板上，试图从服务器壁漆那如同垂死老人喘息般的风扇噪音里，分辨出一丝不属于常规损耗的异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臭氧和灰尘混合的古怪气味，像是夏季午后第一滴雨水砸在滚烫水泥地上蒸腾起来的尘土腥气，吸进鼻子里，让人的肺叶都跟着紧缩起来。喂，林凡啊，还记得我吗？张伟啊。电话那头的声音巨大，带着一股子不由分说的热情，像是烧红的铁块，隔着听筒就烫到了林凡的耳朵。记得。林凡的声音很轻，被服务器集群的巨大轰鸣声衬托得像一缕随时会消散的烟。那可太好了，哥们，这周末组织同学会，毕业8年了，说啥也得来啊。地址我发你微信，全班都到，就差你了。同学会，这3个字像一枚生了锈的图钉，扎进了林凡的记忆深处，不疼，但硌得慌。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张张模糊又熟悉的面孔，他们在记忆的河床上翻滚，最终定格在一张巧笑嫣然的脸上。那张脸属于苏晴。我可能没什么时间。他试图拒绝，这并非托辞，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对他而言，那种觥筹交错、虚与委蛇的场合，比眼前这数万行纠缠在一起的代码还要复杂难解，也更毫无意义。别啊，别总宅着，你这家伙毕业后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微信朋友圈800年不更新一条，你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工作啊？张伟在电话那头咋咋呼呼地开着玩笑，班花苏晴亲自组织的，这次可不能不给面子。你当年不是还偷偷喜欢人家来着吗？林凡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只是沉默地听着，然后脑海中苏晴那个模糊的影子似乎清晰了一点，像一张被水浸过的旧照片，边缘晕染开来，但眉眼间的神气却越发鲜活了。最后，在张伟的软磨硬泡之下，林凡还是答应了。或许是张伟那股子傻乎乎的热情让他无法拒绝，又或许是苏晴这个名字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小石子，在他平静无波的心湖里荡开了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挂掉电话，他重新将目光投向面前巨大的监控屏幕。屏幕上，无数条代表着数据流的光线正纵横交错，它们以一种凡人无法理解的规律流动、汇聚、分支，最终构成一个庞大到令人敬畏的城市脉络模型。模型的正中央标注着2个篆体汉字“天书”。林凡的眼神重新变得平静，像一潭被夜色笼罩的古井，深不见底。同学会设在市中心新开的铂金汉酒店，名字里透着一股子急于炫耀的土豪气。酒店门口的旋转门像一个巨大的、镶满金边的怪兽嘴巴，不断吞吐着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空气里漂浮着浓郁的香水味、汽车尾气和一种名为成功的、令人眩晕的费洛蒙气息。林凡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纯棉 T 恤和一条卡其色休闲裤，脚上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这身行头让他看起来像是误入奢华宫殿的送水工。他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与旁边一辆辆闪着金属光泽的保时捷、玛莎拉蒂和奔驰、宝马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他甚至看到一个曾经在课堂上连牛顿第2定律都搞不明白的男生，正笨拙地试图从一辆兰博基尼剪刀门下钻出来，脸上的表情既得意又痛苦，像是被一个昂贵的刑具夹住了脑袋。大厅里，苏晴无疑是绝对的中心。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香槟色长裙，裙摆随着她的走动摇曳出迷人的弧度，像一朵盛开的马蹄莲。
她的妆容精致的无懈可击，每一个微笑，每一次颔首，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不多一分，不少一毫，完美地展现着她作为女主人的优雅与从容。一群人，主要是男同学，像行星一样围绕着她这颗恒星转动，嘴里吐出各种廉价的恭维和半真半假的玩笑。林凡看到他的时候，他也看到了林凡。他的目光在林凡朴素的衣着上停留了不到半秒，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迅速地闪烁了一下，旋即熄灭。我猜那大概是一种混合了惊讶、失望以及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轻视的复杂情绪。他只是朝着林凡的方向极其敷衍地点了点头，那动作的幅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然后立刻像是被磁铁吸引了一样，转向了另一边。林凡本想走过去打个招呼，毕竟他赴约的动机里有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念想是与他有关的。然而他刚抬起脚，苏晴已经提着裙摆，踩着高跟鞋，像一只骄傲的天鹅，优雅地也是急切地迎向了刚从门口进来的一个男人。那男人剃着一个油光锃亮的寸头，脖子上戴着一根小拇指粗的金链子，挺着一个与年龄不符的啤酒肚，手里还把玩着一把保时捷的车钥匙。老公，你来啦！苏晴的声音瞬间提高了8度，甜得发腻，像是在热油里浇了一勺糖浆。她挽住男人的胳膊，用一种炫耀的姿态向众人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赵凯。赵凯显然非常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用一种巡视领地的雄狮般的目光扫视全场，然后将一个响亮的、油腻的吻印在了苏晴的脸颊上，引来一阵刻意的、充满羡慕的起哄声。林凡被晾在原地，像一个舞台上忘记了台词的群众演员，尴尬而多余。他的脚还悬在半空，抬起不是，放下也不是。最终还是张伟发现了他，咋咋呼呼地冲过来，给了他一个熊抱。好小子，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放我鸽子呢。张伟的热情像一块粗糙的毛巾，擦去了林凡脸上那层薄薄的尴尬。他被张伟拉着领到签到处，苏晴和赵凯正站在那里，像一对检阅士兵的国王和王后。轮到林凡时，苏晴终于正眼看了他，递过来一支马克笔，脸上挂着那种职业化的、毫无温度的微笑，说：“林凡，好久不见，毕业后一直没你消息，还以为你失踪了呢。快签个名吧，我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林凡简单的解释了一句：“哦，研究所啊，挺好的，稳定。”苏晴的语气平淡的像一杯白开水，然后他话锋一转，指着宴会厅的座位图，用一种看似体贴实则充满算计的口吻说：“我们主桌这边都是些做生意的，聊的都是些合作啊、项目啊什么的，你肯定不感兴趣。我把你安排到最里面的 C 桌了，那边都是以前班里几个关系好的老同学，你们好好叙叙旧。”林凡顺着他纤细的手指看过去，宴会厅里摆了5张大圆桌，呈现出众星捧月的布局。最中间的主桌无疑是苏晴和赵凯的王座，围绕着主桌的是 A 桌和 B 桌，坐的都是些开着豪车、穿着名牌、名片上印着各种总的同学。而最靠墙角、紧挨着上菜通道的 C 桌，则显得有些冷清。林凡一眼就认出了坐在那里的几个人，一个是当年成绩不错但家境贫寒的，一个是毕业后考公失败回了老县城的，还有一个是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的。毫无疑问，那是一张被贴上混得不好标签的流放之桌。张伟的脸当场就拉了下来，他正要发作，却被林凡轻轻按住了手臂。林凡冲他摇了摇头，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
仿佛被安排去做的不是一个屈辱的角落，而是一个视野绝佳的观景台。他在签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径直走向了那个角落。宴会开始，气氛像是被投入了酵母的面团，迅速的膨胀、发酵，变得喧嚣而热烈。水晶吊灯将金黄色的光芒倾泻下来，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油光闪亮。那光芒反射在晃动的红酒杯里，碎成一片片迷离的鳞片。话题和笑声在桌子与桌子之间传递，像一场永不停歇的乒乓球赛。而所有的目光、话题和恭维，最终都会像百川归海一样，汇集到中心的主桌，汇集到赵凯的身上。赵凯显然是这场戏的主角，他高谈阔论，唾沫横飞，从国际金融形势讲到国内房地产走向，从区块链的未来讲到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仿佛他就是指点江山的时代之王。苏晴则像一个最默契的捧哏，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崇拜的眼神和恰到好处的惊叹，将气氛推向新的高潮。我跟你们说，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最重要？人脉。赵凯喝了一口拉菲，用一种教父般的口吻说道：“我上个月刚跟万达的王公子吃了个饭，就那个项目，几个亿的盘子，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哇，赵哥太牛了！凯哥真是我们同学里的骄傲啊！”一片赞叹之声。赵凯很享受这种吹捧，他微醺的目光在全场巡视了一圈，像是寻找下一个可以用来垫高自己身价的道具。然后他的目光不怀好意地定格在了角落里的林凡身上。哎，对了，他故意提高了音量，大声喊道：“那边角落里坐的是林凡，对吧？毕业之后就没听过你的消息，现在在哪儿高就啊？一个月挣多少啊？”这句问话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炸弹，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引向了那个被遗忘的角落。整个宴会厅有那么几秒钟的安静，所有人都停下了筷子，竖起了耳朵，准备欣赏一出他们期待已久的好戏，对一个失败者的公开审判。林凡正在小口地吃着一块看来还不错的酱牛肉，他抬起头，迎着数十道或好奇、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平静地回答道：“在一个研究所做一些编程工作，收入够用。”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突如其来的安静中，却显得格外清晰。这个回答显然没有满足大家的期待。赵凯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夸张地大笑起来，肥硕的身体在椅子上乱颤，像一团即将融化的黄油。哈哈哈哈！研究所，程序员，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啊，程序员好啊，为国家做贡献，就是辛苦。我知道，我公司楼下那个修电脑的网管，一个月也能拿8000呢。兄弟，你肯定比他高吧？肯定上万了吧？这番话的羞辱意味已经毫不掩饰。主桌上的人跟着哄堂大笑，A桌和 B 桌的人也发出了心照不宣的窃笑。他们笑的不是林凡的职业，而是笑赵凯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将林凡划入了他口中网管的阶层，然后用自己的成功作为标尺，公开处决了他。苏晴在这时开口了，她轻轻碰了碰赵凯的胳膊，嗔怪道：“哎呀，老公，你跟人家聊这个干嘛？林凡是做研究的，文化人，跟我们这些俗人不一样。来来来，大家喝酒，别聊工作了，伤感情。”他这番话看似在为林凡解围，实则更像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不动声色地将林凡和他所在的角落，与我们这些俗人的成功世界彻底割裂开来。那份溢于言表的优越感和恰到好处的大度，让他身边的女同学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整个过程，林凡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他没有愤怒，没有窘迫，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他就像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冷静地看着眼前这出荒诞的闹剧。他只是低下头，继续慢条斯理地吃着盘子里的菜，仿佛刚才那场针对他的审判不过是一阵无关痛痒的耳旁风。他的这种平静，反倒让赵凯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些索然无味。没劲，他嘟囔了一句，便不再理会林凡，转而又开始吹嘘起自己的下一个宏伟计划。喧闹的气氛又回来了，角落里的 C 桌再次被世界遗忘。张伟气得脸都红了，他压低声音对林凡说：“这帮孙子，太不是东西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要是我，早把桌子掀了。为什么要跟他们有反应？”林凡反问，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咀嚼得很慢。他们说他们的，我吃我的。夏天的虫子是活不到冬天的，你跟他争论雪是什么颜色，有意义吗？张伟愣住了，他看着林凡，忽然觉得眼前这个昔日的老同学变得有些陌生，也有些高深莫测起来。席间的气氛在酒精的催化下变得越来越热烈，话题也变得越来越放肆。不知道是谁提起了最近本地最热门的一个新闻，市政府正在规划一个智慧新城项目，这是一个投资千亿的巨大工程，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这块肥肉。其中一个关键的城市防洪排涝系统方案正在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竞争异常激烈。这个话题精准地搔到了赵凯的痒处，他立刻清了清嗓子，把话题接了过来，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得意。这个项目，我爸的公司也参与了。不瞒大家说，防洪排涝系统这个标，我们是势在必得。真的吗？赵哥家太厉害了，那可是个大工程啊！又是一阵熟悉的惊叹和吹捧。赵凯显然对这个效果非常满意，他眉飞色舞地介绍道：“为了这个项目，我爸特意花重金从德国请了一个顶尖的专家团队，设计的方案绝对是世界一流水平。他们那个设计叫什么城市地下深层排水隧道系统，听着就高大上吧？能把所有雨水都导流到地下几十米深的隧道里，别说暴雨了，就是把西湖的水全倒进来，都能给你排得干干净净。”他讲得绘声绘色，仿佛那座智慧新城已经拔地而起，而他就是这座城市的奠基人。周围的同学听得连连点头，眼神里充满了对这种他们无法理解的高科技的盲目崇拜。然而，就在这片热烈的吹捧声中，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从那个一直被忽视的角落里轻轻地飘了出来。那个方案有致命的缺陷。说这话的是林凡，他不知何时已经放下了筷子，正看着主桌的方向，对他身边的张伟轻声说道。他的声音很轻，像一句梦话，但在喧嚣的间隙，却像一根针一样，精准地刺破了热烈气氛的薄膜。整个宴会厅再次陷入了短暂的安静，所有人的目光第二次，也是更惊愕的，聚焦到了林凡身上。坐在离林凡不远处的另一桌，一个一直很安静的女生李静忽然开口了。她是当年班里的学霸之一，现在是一名城市规划设计师。对赵凯吹嘘的那个项目，她心里其实一直存有疑虑。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追问道：“为什么说有致命缺陷？”赵凯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如果说第一次他只是把林凡当成一个可以随意戏耍的蝼蚁，那么这一次林凡的行为在他看来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和拆台。没等林凡回答李静，赵凯已经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林凡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你一个写代码的，懂什么土木工程？懂什么城市规划？在这里妖言惑众！
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自己混得跟狗一样，就见不得别人好。他的声音巨大，带着酒后的狂暴，震得桌上的碗碟都嗡嗡作响。这一次，众人的反应不再是窃笑，而是毫不掩饰的哄笑和嘲讽。就是一个程序员懂什么排水系统？人家德国专家设计的，能有错？林凡，差不多得了，别在这儿装专家，丢不丢人啊？面对着这千夫所指般的场面，林凡只是平静地看了李靖一眼，淡淡地解释道：“他们只考虑了极端情况下的峰值流量，却忽略了城市地面硬化率逐年提升带来的径流系数变量。简单来说，他们把城市当成了一个静态的水池，却没有考虑到这个水池的池壁每年都在增厚，留给水的空间越来越小。模型从根上就错了。”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像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如果按照那个方案建造，3年之内，城西片区的雨水倒灌风险会比现在增加至少30%。这番话说得条理清晰，专业术语信手拈来，让一些本来想跟着起哄的人都闭上了嘴。李靖的眼神则瞬间亮了起来，他陷入了沉思。作为业内人士，他立刻就明白了林凡话里的分量。径流系数变量，这是一个在业内都属于前沿课题的难点，很多老牌设计院都容易忽略，而林凡却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这绝不可能是信口开河。但赵凯听不懂这些，他只觉得林凡是在用一些他听不懂的词汇来故弄玄虚，这让他更加愤怒。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系数变量？你以为你是谁？爱因斯坦吗？他歇斯底里地吼道：“我告诉你，我爸请的专家，随便一个人的年薪都比你这辈子挣的钱都多。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滚出去！”林凡没有再做任何解释，他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那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丝怜悯，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他重新拿起筷子，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仿佛外面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而这场闹剧终于在宴会厅包间的门被推开时，抵达了他的最高潮，也迎来了他最荒诞的转折。包间的门不是被服务员推开的，而是被酒店的总经理亲自毕恭毕敬地拉开的。总经理的腰弯成了一个夸张的90度，脸上堆满了谦卑到近乎谄媚的笑容。随着他的动作，一行人走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着深色夹克、面容沉稳的中年男人。他一出现，整个包间里原本喧嚣热烈的空气仿佛瞬间被抽干，变得寂静而凝重。正在隔壁桌请客的赵凯的父亲，宏发建筑公司的赵总，在看到那个中年男人的瞬间，手里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他连身上的酒渍都来不及擦，就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了过去，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王书记，您怎么会在这里？王书记，这个称呼像一道惊雷，在所有人的头顶炸响。在 H 省，能被称为王书记的，只有那位经常出现在省新闻联播里的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建国。赵凯也瞬间酒醒了，他脸上的狂怒和嚣张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震惊和狂喜。他激动地拉了一把还在发愣的苏晴，几乎是小跑着跟在他父亲身后迎了上去，结结巴巴地说道：“王书记，您好。”“你好，我是小赵，我爸是宏发建工的赵宏发。”他一边说，一边拼命地想把手伸过去，希望这位平日里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大人物能和自己握一握。苏晴也反应了过来，她迅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摆和头发，
脸上重新挂上了那种最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微笑，紧紧地跟在赵凯身边，试图在这位大领导面前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屏住呼吸，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所有人都觉得赵家今天要走大运了，能在这种场合偶遇省里的大领导，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天大的机缘。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范畴。王建国书记只是对着满脸谄媚的赵家父子，礼貌性地点了点头，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们。他的目光仿佛带着某种雷达，越过他们，越过主桌，在全场迅速地搜寻着。当他的视线最终落在最角落、最不起眼的那张 C 桌上，落在那张从始至终都平静如水的脸上时，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他那张一向严肃的脸上竟然露出了混杂着惊喜、意外，甚至是一丝尊敬的复杂神色。然后，在全场人惊愕到下巴都快要脱臼的注视下，王建国书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脑瞬间宕机的举动。他径直地迈开大步，绕过了挡在他面前的赵家父子，穿过了宴会厅的中心区域，无视了那些伸长了脖子、满脸期待的成功人士，大步流星地走到了那个最偏僻、最受冷落的角落。他停在了林凡的桌前，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王建国书记无视了桌上其他人惊恐或茫然的表情，他主动伸出双手，紧紧地、用力地握住了林凡刚刚放下的那只还沾着一点茶水的手。他的声音诚恳、热情，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歉意：“林先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您，我正愁联系不上您，想跟您约个时间，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轰！这几句话像一颗微型核弹，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轰然引爆，将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不堪的现实世界炸得粉碎。这三个词，每一个都像一把千钧重的铁锤，狠狠地砸在苏晴和赵凯的心上，他们的身体僵在原地。刚才还被他们肆意羞辱、踩在脚底，连网管都不如的人，转眼之间竟然成了连省委书记都要用您来称呼，甚至要主动汇报工作的存在。这怎么可能？这比亲眼看见太阳从西边出来还要荒谬，还要颠覆他们的世界观。而天书工程这个完全陌生的名词，更像一团浓得化不开的迷雾，将林凡整个人都笼罩了起来，让他变得神秘、恐怖且深不可测。林凡是谁？天书工程又是什么？为什么省里的大领导要用汇报这个词？无数个巨大的问号，像一只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喉咙，让他们无法呼吸。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林凡缓缓地站起身，与王建国书记握了握手，脸上的表情依旧是那副平静到近乎淡漠的样子。王书记，您太客气了，叫我小林就行。他的声音不疾不徐，这里人多，不方便谈工作，我们回头电话联系吧。他的这份从容，与王建国书记脸上那份毫不掩饰的敬重，形成了一种极致的、令人晕眩的反差，将这场无声的审判推向了最荒诞的顶点。王建国书记似乎也意识到了场合的不妥，他看了一眼周围那些石化了的脸，点了点头，松开了手，但语气依然充满了尊重。好，听您的安排。那我就不打扰林公您和朋友聚会了。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像是在强调，也像是在解释给某些人听。林公，项目组离了您可不行啊，您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说完，他便带着随行人员转身离去，从头到尾没有再看赵家父子和苏晴一眼，
仿佛他们只是几件无足轻重的家具。王书记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场精神世界的10级地震却才刚刚开始。同学会的后半场气氛变得诡异到了极点，之前那种喧嚣和热烈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尴尬和死寂。没有人再敢高声说话，所有人都用一种敬畏、恐惧混杂着极度好奇的眼神，偷偷地瞟向那个角落。那个角落，此刻仿佛不再是角落，而是整个宴会厅的权力中心，是紫禁城的太和殿。而林凡就是那个端坐在龙椅上不怒自威的帝王。几分钟后，这种死寂被打破了。之前对林凡爱搭不理，甚至出言嘲讽的同学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端着酒杯，像去朝圣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向 C 桌。林凡，啊不，林公，我刚才喝多了，胡说八道，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我自罚3杯。林公，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您尽管吩咐。林公，能加个微信吗？以后好跟您多学习学习。他们的脸上堆满了谄媚的、讨好的笑容，那姿态比之前对着赵凯时要谦卑100倍。林凡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看他们，将所有的敬酒和道歉都交给了旁边已经兴奋得快要飘起来的张伟去应付。最后，苏晴也端着酒杯走了过来，她的脚步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那身漂亮的香槟色长裙，此刻穿在她身上，显得无比的讽刺。她走到林凡面前，脸色惨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不住地颤抖，那双一向骄傲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林凡，对不起，我刚才……他一开口，声音就哽咽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林凡终于抬起了眼皮，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神很平静，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是一片虚无的、不起波澜的淡漠。他没有理会苏晴的道歉，只是转头对张伟说了一声：“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说完，他便站起身，径直从苏晴的身边走了过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宴会厅。这种彻底的、不留余地的无视，比任何恶毒的责骂和羞辱都更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扎进了苏晴的心脏，将她那点可怜的、用虚荣和势力堆砌起来的自尊彻底搅得粉碎。她僵立在原地，手里的酒杯滑落在地毯上，嫣红的酒液像一滩刺眼的血。而她的丈夫赵凯则彻底失魂落魄地瘫坐在椅子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完了，全完了。”他知道，他不仅得罪了一个他完全惹不起的人，更可能因为自己愚蠢的言行，让他父亲那个势在必得的项目彻底化为泡影。连锁反应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来得更快，也更猛烈。同学会的第2天，一则不起眼的市政新闻在本地的媒体圈子里流传开来：宏发建筑公司参与竞标的城市地下深层排水隧道系统方案，因设计模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和数据逻辑错误，在第1轮专家评审中就被直接淘汰。几天后，税务部门和市场监管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突然进驻宏发建筑公司，对其过往的税务问题和工程质量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赵家的商业帝国，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苏晴和赵凯的婚姻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和巨大的心理落差面前，迅速地走到了尽头。失去了优越生活的苏晴，不得不重新走入人才市场。
然而，他悲哀地发现，当脱去了赵太太这层光鲜的外衣后，自己那些所谓的公关技巧和人脉资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他处处碰壁，受尽了白眼，才终于痛苦地明白，自己过去所依仗的那些东西，原来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可笑。而另一边，李静通过自己在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内部渠道多方打听，终于对天枢工程有了一个模糊而又震撼的认知。那是一个由国家层面直接推动的，旨在构建下一代超级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项目，其复杂程度和战略意义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而林凡很可能就是这个庞大工程最核心的算法架构师之一。一种混杂着敬佩和好奇的情绪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鼓起勇气，主动联系了林凡，以请教专业问题为由，小心翼翼地试图走进那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林凡的世界没有觥筹交错，没有虚伪的奉承，只有冰冷的数据和严谨的逻辑。在一间巨大的、充满了未来科技感的指挥中心里，林凡正与王建国书记及项目团队的核心成员们召开着一场紧急会议。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模拟着 H 省在遭遇100年一遇特大暴雨时的城市内涝情况。屏幕上代表着洪水的红色区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尤其是在城西片区，几乎在瞬间就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正是按照赵凯父亲公司那个德国专家方案模拟出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方案如果实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林凡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在安静的指挥中心里回响，清晰而有力。他们的模型完全静态化、理想化了，根本没有把我们这座城市看作一个动态演化的生命体。他手指在控制面板上飞速敲击，大屏幕上的模型瞬间切换，无数条新的数据流和算法模块被加载进来，整个城市模型仿佛活了过来。这是我们天枢系统重新构建的动态演算模型。我们加入了过去10年 H 省的城市扩张数据、地面硬化率变化、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性，以及地下管网老化系数等超过1万个动态变量。随着他的解说，屏幕上代表洪水的红色区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蓝色与绿色交织的如神经网络般精密的城市地下智能分流系统。在场的专家和领导们看着这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幕，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林凡，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看起来甚至有些木讷的年轻人，一旦进入他的专业领域，就会爆发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光芒。那种光芒来自于绝对的自信和碾压性的才华。然而，挑战很快便接踵而至。天枢工程的巨大潜力也引来了海外同行的觊觎。一家名为苍穹科技的海外技术巨头开始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和网络攻击，试图窃取天枢工程的核心数据。他们甚至收买了国内的一些技术人员，里应外合，对林凡所在的国家级研究院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战争。一时间，研究院的数据中心警报声大作，防火墙上出现了数以亿计的攻击指令，像一场来自数字世界的狂暴海啸，企图冲垮这座象征着国家未来的科技堡垒。在这场激烈的科技对抗中，李静以他城市规划师的独特视角，给林凡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帮助。你们的算法太完美了，完美到像一座空中楼阁。在一次线上讨论中，李静对林凡说，但城市不是一行行冰冷的代码，它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比如，你有没有考虑过城北那个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它对周边地下水文的长期影响？还有，
老城区的居民，他们有在暴雨天打开下水道井盖加速排水的民间智慧。这种人为干预，你们的模型有冗余吗？李靖提出的这些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却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林凡算法模型中那些与现实世界连接的最后几道门。林凡带领着他的团队，不眠不休地工作了7天7夜。他们将李靖提供的那些充满了烟火气的城市数据融入到冰冷的算法模型中，让天书系统这个未来的城市大脑第一次学会了用更人性化、更接地气的方式去思考。最终，在苍穹科技发起总攻的那天晚上，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足以攻破任何军事级别防火墙的攻击程序，在天书面前就像一群无头苍蝇，处处碰壁。天书系统以一种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预测并规避了他们的所有攻击路径，甚至像一个太极宗师一样，将他们巨大的攻击流量巧妙地引导、分流，最终消弭于无形。这场科技战以林凡团队的完胜而告终，而天书工程也因为这次成功的防御，实现了技术的再次迭代和突破，在某些领域已经领先于世界。几个月后，国家级的科技表彰大会在首都隆重举行，天书工程项目组获得了最高荣誉。林凡作为项目的核心架构师之一，名字出现在了表彰名单的第1排，但他依旧没有去现场，没有公开露面，只是在研究院的机房里，通过内部直播，平静地看完了整场大会。对他来说，最高的荣誉不是奖章和掌声，而是脚下这座城市，因为他和他的心血变得更安全、更智慧、更美好。故事的最后，在一个暮色四合的傍晚，林凡和李靖并肩漫步在城市的江边。远处，整座城市的灯火被天书系统智能调控着，次第亮起，像一条由无数星辰汇聚而成的璀璨的银河。天空中的无人机正按照既定的航线，对城市的交通流量进行着实时监控和疏导。江边的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着水位和流速，将数据上传到云端，成为城市大脑决策的一部分。真美啊！李靖轻声感叹，他的眼睛里映着这片由科技和智慧守护的万家灯火。是啊，林凡看着他，眼神里有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温情，比屏幕上的数据流美多了。他的生活依旧简单朴素，但他找到了事业的最高价值，也找到了那个能与他并肩看懂这世界底层逻辑的灵魂伴侣。他从未刻意去报复谁，也从未想过去打脸谁。他只是在自己的轨道上，安静地、专注地做着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而他的实力和选择，自然而然地让那些曾经轻视他的人看到了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可笑。在城市的另一端，一片嘈杂的夜市大排档里，苏晴，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班花，正穿着一身廉价的服务员工作服，麻木地给客人端着盘子，擦着桌子。她的脸上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精致和骄傲，只剩下被生活磨砺出的疲惫和麻木。偶尔，在喧闹的间隙，她会抬起头，望向远处那片璀璨的如同梦幻般的城市夜景，眼神里充满了复杂而又空洞的情绪。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片让他既向往又绝望的安宁灯火背后，跳动着的正是他当年最看不起的那个角落里的那个男人的心跳。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